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个 RW 相关的协议，就是 Saturn。它其实就是把之前微策略的永续债搬到了链上，能让你拿一个10%几的这么年化，但是它的底层逻辑呢仍然是永续债。那这个年化在当下加密市场当中还是有一些竞争力的。那如果你想要知道 Central 这个协议是怎么运行的，以及我们参与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哪些点，其中有很多人都是他们亏钱亏出来的经验，那就不要错过本期的影片。视频开始之前提醒大家，数字货币投资非常高风险，有可能会损失你的全部本金。如果你不懂 Central 的底层逻辑，就不要盲目进行参与。本期视频的话，请做信息分享，没有任何投资建议。那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会先把怎么参与、怎么快速拿到积分放在前面讲，关于该项目的风险以及底层逻辑，我放在视频的后半段，建议你完整看完。讲实操的环节，第一，这个项目的话，它是由 YZ Labels 融资的。那融资的话，目前的是融资了800K 啊，也就是80万美金。今天的话又宣布融资了200万。除此之外，最赚钱的对冲基金也投资了这个项目，加上名牌公布的关于第一赛季5%的代币空投总量，然后以及上线1个月就干到了1.2亿刀的 TVL， 所以这个项目的热度呢又慢慢起来了。该平台代币玩法和 DeFi 平台部分项目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去持有它这个代币，或者是组建 LP， 有多种策略，但是不同的策略它会对应着不同的风险。那我们就给大家介绍3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就是求稳，就是新手，你觉得有风险，你就什么都不用做，直接去购买它的代币就可以了。它的工作原理是采用双代币系统运作，一个是 USDAT， 一个是 SUSDAT。这里它的中文翻译是 USDAT， 它是一种代币化国库支持的稳定币，但请注意啊，它并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稳定币。那 SUSDAT 呢是它的质押版本，就是把它 staking 在这个平台当中，就会前面有个小写的 S， 作为收益类型的代币，它会将你质押的 USDAT 那去购买什么呢？去购买微策略公司它的发行的 STRC。因为微策略为了购买币，也就是比特币啊，它为了融资嘛，发了 STRC 这个优先股。那这个 STRC 优先股，它的年化高达11%左右，相当于是你把 USDAT 质押进去变成 SUSDAT， 也就是变相的你用你的钱去买了 STRC， 所以它会和 STRC 优先股强相关啊，当然跟它的价格也是强相关的。STRC 跌的话，那么我们刚刚拿到的 SUSDAT 也会跌。那这是它的其中一个原理。那整个过程当中它有没有风险呢？肯定是有风险的，因为我们在 DeFi 当中的话，都一定要兼并风险和收益。假如比特币直接跌破2万，那肯定是存在风险，因为整一个它的 DeFi 协议是建立在 STRC， 也是建立在比特币信用之上的。如果你相信比特币的未来，那你就可以参与进来；如果你不相信比特币的未来的话，那这个项目的话，大家就不要进行参与了。好，我们说回第一种方法，也就是求稳策略。如果你想要参与到 Saturn， 点击一下我们右上角 Saturn APP。然后在这里呢，绑定好自己的钱包，请注意，它当前的网络化只有 ETH 网络，所以你需要在当前的钱包当中充值一定的 ETH 作为 gas。那除了 ETH 之外呢，还要有 USDC 哦。这里的话，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使用 USDC 来对应的 swap USDAT。然后我们有了 USDC 之后呢，就在这里输入一下具体的金额就好。然后 stake 在这里啊，我们将持有的，也就是刚刚 swap 过来的 USDAT 呢进行到 stake， 那我们就有了 SUSDAT， 同时也可以享受到它所说的11%的年化。那我现在去质押，我现在不想质押，我想赎回怎么办？赎回是需要排队等待的，具体时间的话是3到7天，但是很多人会反映，就是说你赎回排队等待期跟你设置的滑点有关系。如果你滑点设置过大的话，也就是你可能会限于排队的那些人提前赎回。不过也取决于你的资金了。然后如果你的滑点设置过低的话，你永远都在排队，是有这种情况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市场情况。那如果市场非常差的话，你就永远都在排队，你的钱呢就很难再收回来。所以其实你也有留意到，新手稳健型的话，它还是区分这2种代币的。如果你持有 USDAT 的话，你可以享受到7倍的分数加成、积分加成，但你没有办法享受到年化率。但如果你把它进行 stake， 也就质押过去之后变成 SUSDAT 的话，你可以享受到年化率，但你的积分的话就只变成了1倍。这是新手稳健型的玩法，也是它的弊端所在。那第2种方法是什么呢？很多观众或者是很多人参与这个项目的，他一般来说都会玩这种玩法，也就是组建对应的 LP 池。LP 池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是有20倍的积分加成。那同样你进行 stake 之后呢，它也有20倍的积分加成，还可以享受到年化率。不过
我们先给大家演示，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拆解一下风险来自于哪里。想要组建池子的话，直接在 Canva 上去做，点击下 Go， 会引导我们进入到当前这个页面。在这里呢，连接好自己的钱包。我们点击一下右上角，连接好自己的 OKX 钱包，然后确认一下连接。那这个网页会有点卡顿啊，大家还是耐心等待一下。然后这个时候呢，它是有池子可以选的嘛？我自己个人建议啊，就是直接组建 USDC 和 USDAT 的池子。然后我们在这里输入具体的金额，比如说你要在当前账户当中充值$100，那你就直接输入100嘛。然后对应的 USD， 它这里不是说1:1的等比例啊，就是可以任意输入。如果你只有50的 USDAT 的话也可以，然后去进行到一个 Approve， 最后呢进行充值。充值完成之后呢，这就是完成的第一个步啊，就是组建 LP 池，享受20倍的积分加成。那想要做到 Stake 的话，那我们就继续来到这个页面，来到 Stake， 将当前的 LP Tokens 全部进行添加，然后呢就对应的组建这个池子。那当然有 Deposit 也会有 Withdraw 的话，我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等待期啊。那没有等待的话，就算没有等待，你在这里然后也还是需要等待的，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啊。如果你有认真在观看的话，你肯定会注意到，这也是 Canva 平台，它是组建 LP 和 Stake 20倍的积分加成，这个也是 Canva 平台 LP 和 Stake， 那它只有18倍的积分加成。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现象呢？是因为你的币种不一样，一个是 USDAT， 一个是 SUSDAT， 取决于你手里有什么币。那我们刚刚也说过，你如果持有 USDAT 的话，你是没有办法享受到年化加成的。那如果你有 SUSDAT 的话，你是可以享受到年化加成，但它的积分的话就可能没那么多。那是不是我们做的第一种新手稳健策略的时候呢，可以在这个方向上去考虑做一下 LP， 然后使用到 SUSDAT 去进行到一个 Stake， 操作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已经给大家演示过了，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存在于你手中持有的什么币。这里组建池子的话有什么风险呢？那组建 LP 池子本质上是把两种资产就存入到去中心化交易所，例如 Uniswap 啊、PancakeSwap 啊，我们之前都有就是接触过的，就让别人交易，你赚手续费或者是激励，但风险的话有以下几点啊：一、无偿损失。那当币价剧烈上涨或者是下跌的时候呢，池子会保持平衡嘛？它会在涨的时候呢，将你手中持有的 USDC 不断的买入我们今天存入的 USDAT。那如果跌的时候呢，你的 USDAT 会不断的卖出变成 USDC， 反正就是区间嘛，在这个区间之内的话，你要不就是要不就是满手的 USDC， 要不就是满手的 USDAT 这个情况。那第二种的话是币价本身暴跌的风险。那我刚刚说过啊 ，USDC 的话它是稳定币没错，但是 USDAT 它并非稳定币，就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稳定币啊，仍然存在暴跌的风险啊。然后第三就是项目方撤池子啊，就是说他今天我们遇到一个无良项目方，他把池子里面所有的代币全部都撤走了，也不是所有代币，就是把他池子当中 USDC 全部撤走了，你满池子全部都是 USDAT， 但是它没有价值啊，那就相当于你有 USDAT， 但是它已经没有价值，已经归零了，是这个风险啊。其余的风险的话，就是可能来自智能合约风险或者是链风险，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就以下风险是大家是需要注意的。第三种方案的话，就是高风险高回报啊。那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去做，要不就是你资金放少一点去试一下，就是在 Pando 上面去进行到 PT 和 YT 啊。很多其实观众他不知道 PT、YT 什么意思啊。我们今天就趁这个视频给大家解释一下。PT 的话，它是一种固定的收益率，就是你买进去，它就锁死了你这个利润。YT 的话是什么？就是我们相当于是加杠杆来冲积分，就进攻型的。比如说我现在买了100 YT， 它这个 YT 呢是来到好像是30倍啊，我看啊，这里有的 YT 的话是30倍。那它是随着时间啊，就是越接近这个交割期，就接近到那个它官方文档是说8月份好像是啊，这边它有说，要不就是等到8月份，就8月8日，要不就等到 TVL 达到5亿的时候。就终止第一赛季，但是你买的这个 YT 它实际上是会慢慢归零的，因为你是准备冲这个项目的积分，只是为了博取它空投收益，所以买 YT。
买 YT 的话，就是你看好这个项目，未来积分呢就这个价值会大于你购买 YT 的这个本金。如果未来的积分它不足以抵扣你现在购买的本金，那你就会亏，这是它的一个底层逻辑。以上就是参与的玩法。那如果你有参与的话，你所有的仓位信息、持仓信息、组建的 LP 池啊，或者是持有的 token 都会在你的个人信息板块展示。第三个，就它这个上方的标签页的话是 TVL 或者是 APY。你所看到的 APY 的话，未必是你能够拿到的 APY， 这是要跟大家提醒的。然后再是其实很久没有做过一个项目这么认真的视频了。所以呢，我们引用了，当然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一共有51页。在玩 Saturn 之前，你需要知道的事情，我们很建议大家从第一页看到51页。其实过程当中有一些风险的话，我们其实我们就已经一边在实操，一边跟大家解释过了。不过呢，我说过，在视频开始的时候就说过，要把风险和底层逻辑讲清楚，那放在视频的后半段，因为前半段的话告诉大家怎么参与。如果前半段就抛出50页的文字的话，大家肯定会视觉疲劳。那我重新组织一下语言，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51篇内容。想要了解 Saturn 的底层逻辑，你就要注意到 STRC。STRC 是 Saturn 唯一的收益来源，那也是它的唯一的优先股，是规模最大，然后机制最独特的一支。STRC 会在每个月有个浮动利率的机制。那这个利率的机制的话，反映在哪里呢？我们刚刚在进行到 SUSDAT 就质押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发现这边的 K 线好像不是特别的好，就是它走就起伏比较大。那实际上呢，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它的大的起伏来自于4月15日。我们这边的话也马上快到那个月中，也就5月15日了，你去留意一下。在4月15日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它这里会有一个统计，就是说登记日，每月15日纽约时间的5点就 PM， 它会快照持有人的名单。快照什么呢？就是你持有的 SUSDAT， 也就是对应的 STRC。它会在每个月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个除息后的价格恢复规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这里的话，关于 Saturn 是什么，我们就不给大家展开介绍了。那你就清楚，它其实是有2个币。USDAT 它是1:1锚定美元，然后由美国国债100%支撑的，所以它是 SUSDAT 的入口和出口。那收益层 SUSDAT 它是用户质押我们刚刚说的稳定币来享受到 STRC 11.5% 的年化派息。稳定币 USDAT 的定位，它是系统的安全底层，即使 STRC 出问题USDAT 持有人的资产仍然是由美国国债100%来覆盖的，所以 USDAT 本身不产生用户可见的收益，所以它没有就是那个年化收益嘛，它只提供积分加成。那收益层的话，它不是稳定币，那它是它的核心产品，是用户通过质押得到的，然后从而赚取 STRC 股息的收益。所以其实我感觉其实你本质上来讲的话，就相当于你买了 STRC 的股，所以你持有的 SUSDAT 的价值是跟随 STRC 价格波动的。它的计算公式是有这么复杂但是我们翻译成人话就是你的价值随时跟 STRC 的股价来回波动。但是 STRC 呢又和比特币有关联，因为微策略公司一直在买入比特币，它现在已经手持81万枚平均买入的均价是落在了8万。而且近期有个新闻说，微策略正在考虑，如果对他们公司有益的情况下，会出售比特币。这对他以前就是说，他永远不会出售比特币，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所以呢，比特币短时间之内呢会进行一个不小的回调，但具体回调到什么位置的话，我们在下期交易视频当中跟大家提醒。那我们继续来讲一下，如果 BTC 下跌推演，它可能会变成从正常到资不抵债。资不抵债的话，我们刚刚所述的，比如说你持有的SUSDAT 或者是 STRC 等等，全部都会因为受到影响，然后导致你就全部都资产归零。虽然我讲的是极端现象，比特币可能不会到3万，但是总有这个概率。万一它真的到3万之后，你像微策略这么大的公司手中持有这么多比特币，买入的均价和真实的价格相差这么大，资不抵债，然后它可能就面临破产。如果像微策略这种公司都破产的话，你觉得这不是一个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吗？总结一下，就是Saturn的本质是将微策略 STRC 优先股，一种比特币看涨期权加高收益债券的混合体，包装成了链上可以组合的 DeFi 收益产品。
它的核心矛盾是在于11.5%的高收益不是免费的，它的代价是承担微策略的资本结构风险。一个以发新还旧的模式运作，100%压住比特币的公司，当比特币上涨时一切运作良好，但是比特币大跌时 ，STRC 的市价折损会远超于其清算的价值。讲到这里，使用我们视频下方交易所注册链接进行注册，永久享受到最高手续费减免，还有众多新人福利。近期仍在坚持 OKX Sport 的小伙伴，可以使用我们的专属减免优惠码，这样刷交易量可以有效避免不必要的损耗。如果还没有 Get.io 的账户，可以使用我们的注册链接，这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福利。在注册的时候，记得绑定一下我们的专属邀请码，这样你可以获得20%的终身手续费返还。Bybit 交易所现在新用户注册满手优拿到爽，一鱼多吃福利多。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币安广场的账号。同样，如果自己在玩币安广场，多进行积极的发帖和互动。为什么呢？因为币安广场内置的一些空投活动，通过简单的参与，比如说转发帖子、关注，然后以及是发内容和文章，都可以得到相对应的积分。那这些积分的话，都是他给到奖励的凭证。在做这些任务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我们阿尔法指标平台每日签到和观看视频。这些积分的话，都是空投简要的唯一要素。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空投